修行修到最后，有一件事会让你很不舒服，不是那种苦行的不舒服，不是打坐腿酸、戒律难守的那种，而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开始没有办法再用力地恨一个人了，你开始越来越少评判别人了，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包容，不是因为你学会了忍耐，而是因为你看见了一件事，一件大多数人穷尽一生都看不清楚的事。每一个伤害过你的人，每一个让你心寒、让你愤怒、让你觉得不可理喻的人，其实都不是出于自由意志在选择对你不好，他们只是被自己的人生剧本推着走，根本没有办法不那样。这句话很多人听了会皱眉头，会觉得这是一种懦弱的借口，是在替坏人开脱，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但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真正让你心里产生震动的，从来都不是那些你一听就懂的道理，而是那些你一开始抗拒，最后却彻底被击中的领悟。华严经里有一句话，几乎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听过，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得。每一个人，包括那个伤过你最深的人，他的内里都藏着一种清净的本质，但他被什么东西盖住了？被恐惧盖住，被执念盖住，被那些从来没有被好好处理过的伤盖住。你跟他的差别，不是你比他更好，而是你现在走在一条愿意往里看的路上，而他还没有走到那里。心经里有4个字，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这2个字，在整部心经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动词。我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五蕴皆空上，试图去理解什么是空，什么是色，什么是受想行识。但那个动作本身，那个照见，才是修行最核心的事。照是用光去看，不是用力去看，不是用判断去看，而是用一种清澈的、不带目的的光去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当你能够照见自己，你也才能照见别人。这就是修行最深处藏着的那个秘密。当你真的走到那里，你不会再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只会静静地看见，哦，原来他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不是原谅，不是放弃立场，而是看穿了命运在每一个人身上刻下的那些没有人能逃脱的刻痕。今天的这支影片，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修行最少有人谈论，却最颠覆认知的那一层。不是戒律，不是打坐，不是念经，而是当你真的往自己内心走得够深够久，深到看透世间所有因果的逻辑之后，你会对这个世界，对所有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产生一种彻底改变你人生状态的理解。在我们进入那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请你在留言区打出一句话，就是众生皆苦，愿我自度。这不只是一句祝福，这是一个愿力频率的种子，种下去的人，最后终将都会被自己的愿力频率改变。好，我们进入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明觉的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出了家。他从小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别人觉得奇怪，他自己却无法放下的问题：人为什么会对别人那么坏？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过很多事，邻居家的父亲酗酒之后打孩子，打完了还说是为了孩子好。学校里有一个同学，专门在别人最脆弱的时候说出最伤人的话，笑得一脸无所谓。他的一个亲戚在家族里年年算计，把所有人的感情都消耗殆尽，却还觉得自己委屈。他见过这些人，他恨过这些人，但他更恨的是自己始终没有办法弄清楚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样，他们的内心里到底住着什么。出家之后，他的师父是一个已经年近80的老法师，法号净圆。净圆法师说话不多，平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坐着，或者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着树，看着天，偶尔摸一摸路过的猫。明觉一开始觉得这个师父不够格，
后来发现是自己段数不够，根本看不出这个老人在做什么。明觉在寺里待了大约3年，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去找净元法师问了一个他憋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师父，我这3年来背了很多经文，学了很多法门，但我有一件事始终做不到，我没办法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生起慈悲。我知道经文上说要慈悲众生，我也知道爱恨是毒，但每次我在禅定中回忆起那些脸，我就还是会有一团火在胸口，压不下去，洗不掉。我是不是根气太差？净元法师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站起来说：你跟我走，我们明天一早去城里。第二天天还没亮，2个人就出发了。那个时候的城里，天亮之前已经有了早市，卖菜的、卖鱼的、卖豆腐的，各种叫卖声混在一起，空气里带着湿气和生意的味道。净元法师就这样带着明觉走进了那个集市，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他们第一个停下来的地方是一个卖菜的摊子，摊主是一个中年女人，嗓门很大，说话带刺。有客人稍微讲一下价，他就会冷嘲热讽，说你没钱就别来买，这里不是慈善机构。很多人被他这样说了之后，不是低着头走开，就是跟他吵起来，整个气场剑拔弩张。明觉站在旁边，心里本能的就升起了厌恶感，觉得这种人真的很难相处，何必呢？净元法师转头对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话吗？明觉摇摇头。法师说，他14岁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在这里摆摊，他的母亲就是这样说话的，刻薄防御，把所有人都推开。因为他的母亲那一代人活在一个不把自己围起来就活不下去的年代，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被温柔对待过，所以她不知道温柔是什么。她不是在刻薄别人，她是在做她唯一学会的那件事，保护自己。明觉看向那个女人，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们接着往前走，走到一个卖早点的小店，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有人问他问题，他就点头或摇头，从不多说一个字，表情也冷，让人觉得他不想被打扰，甚至有点漠然。有一个客人把碗碰倒了，汤洒了出来，男人就只是递来一块抹布，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安慰，只是面无表情地继续做事。净元法师又开口了：你看他是什么感觉？明觉说，觉得他很冷漠，好像不在乎任何人。法师说，他19岁的时候，他最爱的弟弟意外去世了，他在弟弟床前哭了3天，然后有一天他停止哭了，从那以后他不哭任何东西，不喜欢任何东西，不让任何东西靠得太近。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太知道失去是什么感觉，他承受不起再失去一次。他那张冷漠的脸不是脸，是一扇他花了几十年才建起来的门。明觉开始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但他还不确定是什么。他们在集市里走了将近2个时辰，净元法师每停在一个人面前，就会轻声说出那个人背后的一些什么。说那个算计邻居多年的老人，年轻时候被最信任的朋友骗得倾家荡产。从那之后，他活在一种无声的恐慌里，觉得如果不抢先抓住，所有东西都会被别人拿走。说那个对孩子永远板着脸的父亲，他自己的童年是在严苛和羞辱里长大的，他不知道怎么表达爱，他以为管教就是爱，因为那是他唯一接受过的那种形式。一个上午，明觉没有说多少话，他只是跟着走，跟着听，胸口那团一直在的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奇怪了，不是熄灭，而是变成了另一种温度，像是从愤怒变成了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酸的、重的，带着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疼。走到集市快要结束的地方，净元法师在一棵老树旁边坐下来，叫明觉也坐。
法师第一次主动开口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明觉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恨还在，但是他旁边多了一个东西，把它挤得没有那么满了。”法师点点头说：“你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吗？”明觉想了很久，摇摇头。法师说：“那个东西叫做看见，不是原谅，不是接受，不是认同，就只是看见。当你真的看见一个人从哪里来，看见他身上的每一道伤是怎么刻上去的，你的恨就会自然地失去他站立的地方。因为恨需要一个他本来可以不这样，但是他偏偏选择了这样的前提。但当你看见了因缘，你就会知道他根本没有选择。”明觉听到这里，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往上涌，他问：“那如果他根本没有选择，那他伤害我这件事算什么？”法师停顿了一下，说：“算他的苦，也算你的苦。两苦相遇不是对决，是两个被命运推着走的人，在同一个十字路口撞上了彼此。”那天下午，他们回到寺里，明觉在自己的禅房里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从金黄色变成木色的靛蓝。他回想起那些年他最恨的那些脸，那个酗酒的邻居父亲，那个专门说刻薄话的同学，那个在家族里算计不休的亲戚。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以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欠他们什么道歉。但那个下午，他第一次非常安静地问自己，他们是怎么变成那样的。然后他做了一件更难的事儿，他开始问自己：我呢？这个问题一开始他不太敢看。他在修行这件事上花了那么多年，他以为自己应该是在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但那天下午那个非常安静的空间里，他开始真的去看自己。他发现他嗔恨过，而且嗔恨得很深，深到他来出家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因为他在恨那个对他冷漠的世界，恨那些他无法理解的人。他以为修行会帮他找到一个站得更高，可以俯视那些人的地方。他发现自己贪婪过，不是贪金钱，而是贪一种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他一直渴望有人能够说出我懂你。他为了这个渴望，在很多关系里走得很用力，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发现自己傲慢过，他以为自己比那些凡夫俗子更有觉知，更有深度，更能看清这个世界。这个傲慢藏得很深，外表看起来是谦逊，但内里是一种始终站在一个微微高出一点点的位置。往下看，他在禅房里第一次没有带着任何目的地，就只是看见了自己。然后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他看见自己也嗔恨过，他就真的懂了集市里那些愤怒的人。当他看见自己也贪婪过，他就真的懂了那些拼命抓取的人。当他看见自己也傲慢过，他就真的懂了那些虚荣的人。不是理论上的理解，是一种从内部生长出来的骨子里的懂。那天晚上，他去敲了净远法师的门。进去之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师父，我今天看见了自己。净远法师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看着他，点了点头，说：是，你今天才真正开始修行。这句话里有太多东西，明觉一时间没有全部接住，但他记住了这句话。他知道他以后会慢慢的把它展开来。接下来的几年，明觉的修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不是因为他突然开悟了，而是因为他的视角变了。以前他往外看别人的对错，现在他往内走到自己最深的地方，然后往外看的时候，他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他开始在人群里感受到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的东西，一种非常轻，但是非常真实的悲悯。不是那种从上往下的可怜，而是那种平等的、水平的，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的悲悯。
他看见每一个挣扎的人，心里会有一种感觉：我知道，我懂，我也在那里待过。有一天他去城里办事，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醉汉，正在对一个路过的女人大吼大叫，语言很粗很难听。周围的人绕道走，明觉以前也会绕道走，但那天他停了下来。他看着那个男人，看那张扭曲的脸，那双通红的眼，他感觉到的不是厌恶，而是一种重量。那个人身上的重量，那种说不清楚是愤怒还是绝望的，压着他的重量。他没有上前，没有说什么，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在心里对那个人说：我看见你了。然后他继续走。这件事他没有和任何人说，但他知道他内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改变了。他终于明白了净圆法师那天说的那句话的完整含义，不是原谅，不是妥协，不是认为伤害你的事情不算数，而是你终于看穿了那场伤害背后的一切。而当你真的看穿了，你就不需要再和那个剧本争辩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剧本不是他写的，他也是被写进去的，就像你一样。那一年明觉31岁。他后来说，他修行最重要的一课，不是戒律，不是定力，不是任何一个高深的法门，而是那一个上午跟着一个老法师走过一个集市，听懂了每一张脸背后的那个故事。我们刚才跟着明觉走过那个集市，跟着他坐进那间禅房，陪他看见了自己内心里那些藏得很深的东西。那个故事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转折，当他把目光从别人为什么这样转向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那一刻他和世界的关系就彻底不一样了。但这个转变背后有一套佛教里讲得非常清楚，但大多数人没有真正消化过的思想逻辑，理解这个逻辑，才能让那种看见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感动，而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里真正撑起你的洞察力。佛教对于人类行为有一个最根本的解释框架，叫做缘起性空。缘起的意思是，所有现象都由因缘和合而生，没有任何一件事或任何一个人是孤立存在，凭空出现的。性空的意思是，在那些因缘之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上就是恶的自我。这对于理解人际关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含义。没有人天生就坏，没有人本质就是那种人。他今天的行为是他所有因缘的现阶段结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因，他的成长创伤是一个缘，他曾经经历过的背叛是一个因，他从未被满足过的需要是一个缘。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了你现在看见的那个他。这不是在说所以他没有责任，因果里不是没有责任，而是责任这件事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它向前延伸的链条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里那种简单的谁对谁错的判断范围。佛教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习惯，它比习惯更深，更难被意识到，更难被改变。它是你在无数次的经验和反应里慢慢形成的一种自动运作的模式。有人看见弱小就会欺压，不是因为他在那一瞬间做了一个坏的决定，而是因为他的习气告诉他强者才安全。所以欺压别人是一种本能的自保反应。有人看见亲密就会逃跑，不是因为他不需要爱，而是因为他的习气里亲密等于危险，等于有一天会失去，等于被伤害。法句经里有一句话，亦为法本，亦遵亦始，忠心念恶，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车自于辙。意思是心意是一切行为的根源，心里装着什么就会说出什么，做出什么，苦果也就跟着来了。就像车轮跟着车辙走，这个意里面最深的层面就是习气。人被自己的习气推着走，就像那个车轮，他不会问自己是不是要走这条路，
他只是沿着那条刻好的辙走下去。你看见这个，你就看见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个伤害你的人很可能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有完整的觉知。他伤害你，不是一个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而是他的习气在那个当下自动触发了。他可能之后会后悔，可能不会，但不管哪一种，他在那个时刻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在选择伤害你。这听起来可能还是很难接受，尤其是当伤害是真实的，代价是真实的时候。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分，看见他被习气推着走，不是在为那个伤害辩护，而是在帮你自己从那个他应该不这样的执念里出来。因为那个执念才是让你痛苦始终延续下去的那根刺。佛教里讲五毒：贪、嗔、痴、慢、疑，这5种心理状态是人类几乎所有苦难行为的根源。明觉在禅房里那个下午发现的正是这个。他嗔恨过，他贪婪过，他傲慢过，他怀疑过，他痴迷过。而当他在自己身上看见了这5毒的影子，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假装那些做出同样事情的人是另外一种生命了。贪不只是贪钱，是一种对确定感、对安全感、对被爱的渴求。当这种渴求变成抓取，变成控制，变成无论如何都要留住，就成了伤害别人的那种。贪、嗔不只是愤怒，是一种在被威胁、被否定、被忽视的时候自动升起的防御性攻击。很多人的刻薄、冷漠、侵略性都是嗔在驱动，而嗔的背后几乎永远都是恐惧。痴是执念，是认定某一种现实应该如何，然后拼命抵抗它不如何。很多让人觉得钻牛角尖、想不开的行为都是痴在运作。慢是傲慢，是一种用居高临下来掩盖内在不安全感的方式。越是内心空洞的人，越需要把自己摆在一个看起来更高的位置。疑是不信任，是一种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根本性怀疑，让人永远处于一种焦虑的防御的状态里。入菩萨行论里，寂天菩萨写道：若人无意害而竟遭彼伤，应如梦所见，敢恨有何意？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并非有意伤害你，却让你受伤了，就像在梦中经历的事情，愤怒又有什么用处？这里的无意，不是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说在那个因缘推动之下，他其实没有真正自由的选择余地。这是佛教对人类处境最深的悲悯，也是最颠覆性的洞察。当你真的接受了这个框架，你和人际关系的整个关系就会改变。你不会停止有感受，不会停止有界限，但你会开始区分，这件事让我受伤是真实的，但他是一个坏人，这是一个我加上去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本身才是让我无法从那个伤里出来的原因。理解一切不是对一切满意，不是认为一切都没关系，它是一种穿透了表象之后的清醒，是你在看见那个剧本之后，决定不再只活在剧情里的自由。知道了这些，然后呢？这是很多人在接触到佛学智慧之后会卡住的地方。道理懂了，但回到生活里，那个让你皱眉头的同事还是那个同事，那个伤过你的人还是让你心里有个结，那个每次见面就让你烦躁的家人还是让你烦躁。道理和生活之间有一条需要用真实练习去跨越的距离。有一个非常简单，但如果认真做会非常有力量的练习，我把它叫做静观。就是在每一天结束之前，给自己大约5到10分钟，回想当天让你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一个时刻，愤怒、委屈、嫉妒、不安，任何一种，然后问自己3个问题：这个情绪
让我想到了什么？它在我过去的经历里有没有一个更早的根？我对那个让我有情绪的人，有什么是我还没看见的？不需要答案，不需要解决，只是看。这个只是看的动作本身就是修行。你在练习的是把注意力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移到我内心里被触动的是什么，然后再慢慢延伸到他背后有什么我还不知道的。每天做5分钟，持续1个月，你会发现你对人的反应开始有了一个微小但真实的变化，多了一个空间，在情绪和反应之间，一个让你可以选择怎么回应的空间。另一个来自藏传佛教的修法叫做施受法，原本的做法很深很复杂，但有一个日常可以使用的简化版，就是当你对某个人升起强烈的负面情绪时，做一个呼吸观想，吸气的时候，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吸入他的痛苦和困境，我知道他也在苦中。呼气的时候，在心里对自己说，我送出一点点的理解和轻盈给他，不需要真的原谅，不需要真的喜欢他，只是在呼吸里做一个微小的意图，我看见你也在苦中。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改变了对方，而是因为它改变了你内心里和那个人的关系。当你的身体开始用吸入他的苦这个动作来接触对那个人的情绪时，那团情绪的质地会开始改变，从对抗变成接触，从排斥变成某种非常轻的同在。关于误区，有3件事要说清楚。第一，理解不等于软弱，也不等于没有界限。你可以完全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伤害你，同时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这个行为不可以再发生，这2件事不矛盾。修行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受、没有立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对待的人，而是让你在有感受、有立场的同时，不被仇恨绑架。第二，包容不是压抑。很多人把修行理解成把情绪压下去，忍住不发作，美其名曰慈悲，但那不是慈悲，那是压抑。长期压抑的结果是内伤，不是解脱。真正的慈悲是你在真实感受到那个情绪之后，选择了一个不是出于反应，而是出于清醒的回应。第三，修行不是逃避现实，用因果来解释一切，不是在说所以我不需要行动，不需要改变任何事，而是在说当你看清楚了因果，你行动的出发点会不一样，不是出于恨，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一种更清醒、更稳的意图。把这些用在你生活里那个最难相处的人身上，那个你最不想去理解的人，那个你觉得他根本不值得被理解的人。试着问一次，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不是为了原谅他，就是试着在心里看见他的因缘。你可能找不到答案，但那个试着去看的动作本身，就会在你们之间创造一个你以前没有的空间。我们从明觉跟着师父走过那个集市开始，走到了他在禅房里第一次真正看见自己，走到了缘起与习气如何构成了每一个人行为的底层，走到了那些可以带进日常生活里的实际练习。现在我们走到了最后一个地方，也是这整件事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理解一切便是放过自己。这句话很多人第一次听，会以为重点在放过，以为修行的目的是让自己好受，是一种对自己的恩赦。但真正的重点在理解一切这4个字，因为那个一切里面包含了你自己。你理解了他人，不只是因为你心变软了，而是因为你在自己身上看见了他。你在自己的贪婪里看见了他的抓取，在自己的嗔恨里看见了他的愤怒，在自己的傲慢里看见了他的防御，在自己的恐惧里看见了他的冷漠。当这个看见是真实的，那个理解就不是一个从外部加上去的态度，而是一种从内部生长出来的认知。
我们是同类，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因缘网里被推着走，试图活下去，试图不那么痛，试图被爱，试图不失去。华严经里有一个非常美的比喻，叫做因陀罗网。在天神因陀罗的宫殿里挂着一张无穷无尽的网，每一个网结上都有一颗宝珠，每一颗宝珠都倒映着所有其他宝珠的影像，而那些影像里又各自倒映着所有的宝珠，无穷无尽，互相映照，没有尽头。这个比喻说的是世界的本质，每一个存在都与所有其他存在相互映照，相互包含，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单独抽离出来看。当你对一个人升起真正的理解，你不只是理解了他，你也同时映照了自己，也同时映照了整个人类在这个苦难和挣扎里的共同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说慈悲众生就是圆满自心，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好听的说法，而是因为那个网的结构本来就是如此。你照见了更多，你自己也就更完整。但这里有一个最后的最深的东西，我想留给你慢慢想。理解不代表世界变好了，那个让你受伤的人可能依然不会改变，那些推动着他做出那些行为的因缘，你一个人的理解改变不了。世界依然是那个世界，苦依然是那个苦，无常依然是那个无常，但你变了，不是变成了一个不再受伤的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当伤来临时不再被它完全淹没的人。因为你多了一双眼，看得见伤背后的因缘，看得见痛背后的剧本，看得见那整张网不只是你现在站着的这一个节点。净圆法师最后一次见到明觉是在明觉47岁的时候，老法师已经快90了，话更少了，几乎只是坐着。那天明觉陪他坐了一个下午，临走的时候，老法师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就一句：你现在看人和以前不同了。明觉问：不同在哪里？老法师想了很久，最后说：以前你看人，眼睛里有一个你自己，现在你看人，眼睛里有他。这是修行带给你的那个最安静的礼物。不是你变成了圣人，不是你不再有情绪，不是你超越了所有的苦，而是当你看向别人的时候，那个一直挡在中间的带着评判和防御的你自己，慢慢的退了一步。那个退了一步的空间，就是理解发生的地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带着它离开，不需要现在回答。在你人生里，有没有一个你曾经最无法理解，甚至最想远离的人？如果今天你试着去问一次，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你的心里会出现什么？把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或者就只是留下那个感受，一个字也好。有时候一个安静的留言，是你给自己的一次最真实的修行。如果这期内容在你心里动了一下什么，请分享给那个你现在正想着的人，也许他也正在某个地方试着理解某个他理解不了的人。